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？是线下销售。你们别不信啊，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，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。你说这个投入它会不会太多呀？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，可没那么多钱呐。当然了，致富就是有风险的。那这样吧，想上这条船的，到明哥那儿去报个名啊，登个记。如果说没有意愿，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，也没关系，我们也不强迫，纯自愿，纯自愿的啊。好，想致富吗？这个，来，兄弟，给你们讲讲你们先聊一聊啊，你们先聊一聊。你得说说，你得仔细说说这事儿。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啊，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。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？就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。咱在座的都是哥们弟兄啊！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，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比谁闹得都凶。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，明哥不用说，仗义，这个那是，人家宣言啊，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。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，拉着咱们想挣点钱。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，我一口气儿投了几十万啊！你们那仨瓜俩枣的，就别犹豫了啊，跟着干就完了。二虎，你哪来的几十万？对呀，你甭管我哪来的，我借钱我也投啊！以后啊，别总二虎的，叫胡总。哎呦，好了，胡总，二虎说的对呀，我那1亩3分地啊，我也不能守着了，那早晚被大厂写死。我干。好。如果大家想干啊，都不能闲着啊！你们各家要发挥各家的长项。那这样，我们家机器好，我负责裁切压形这块，包装这块儿我来。那我就负责联系原材料。我们每家发挥每家的长处，避免内耗。哎，对，太对了，哎，咱干归干哈，哎，咱可不许弄虚作假，可以压价啊。行，咱们那个到时候统一标准，统一定价，咱们抱成一团，到全国去抢肉吃，行不行啊？干！我宣布，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。徐大姐啊，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，也不值钱，拿回家蒸给县盐吃。不能要，不能要！哎呀，你一定要拿着！不行！徐大姐来了，徐大姐来了！徐大姐，真的不能要！徐大姐，这种丫头啊，从上海买的化妆品要我交给你，哎，特意交代啊，我们岁数大了，一定要保养。哎呀，不能要！我们老宣说了，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。怎么不能拿呀？我在自己家用粮食喂得起，不值钱的东西。那也不能要！你们要这样，以后这条街我都不敢路过了。秀梅姐，你就拿着吧。你们家轩然那么有本事，自己赚到钱，还不忘带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赚钱，我都感谢不了的感谢。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？徐大姐，轩言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小时候跟我家小薇一块儿玩，天天在我家吃，天天啊伸着个脖子看我家房檐下面晒得老热。他回回来啊，我回回给他炖一小碗呢。你看看，从小你们这些阿姨都是看着他长大，照顾他的，他应该感谢大伙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快收下吧，看看，这，拿着拿行，让我回去啊。你慢点啊，哎。
什么事儿啊？叫我？哟，着急的。来了。啊，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，我的呢？我把你叫来啊，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。你有话直说。哎呀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最近开心吗？还行吧。还行，开心就开心，不开心就不开心。那就开心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嗯，就最近工作还算顺利，有些项目呢也已经有了眉目。没了。没了。你这开心里面没有我呀？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啊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，我们一起去实现它而感到开心吗？没有觉悟。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开心和幸福。更多的。做好准备跟我回去了吗？这件事情等我们改天再坐下来说好吗？一会儿我有个会啊。行了，等会儿。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我妈亲手给你做的蒿子粑粑。替我谢谢阿姨啊。行了，赶紧吃吧，一会儿再凉了。钓了半天呢，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。这老张啊，还跟我找辙呢。哎，说呀，这是个野塘子，鱼少。嘿，我说怎么着？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！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。哎，就在这时候，你猜怎么着？来一老乡说呀，这个塘子呀，是今天早上刚放到水，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。我，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。哎，董事长，你今天这塘子呢，我考察过了，保证您满意。行了，就别着吧了，走，来，走，您慢点，动起来。董事长，再见。欣姐，董事长来的这2天，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只字没提，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儿一样。难道他善心大发，容忍了宣言的挑衅？别幻想了，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。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，假公济私。有一次呢，就被我抓住了证据。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。按照程序来说，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。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，还不许我打草惊蛇，让我继续搜集证据。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，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。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，被判了非法侵占罪，入狱3年。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？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，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。当然，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。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。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，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。我现在在怀疑啊，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，他再收网。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，投入的越来越多，
对宣言就会越不利。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，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。这么一说，就全对上了。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。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。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，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。小姐，您等的客人还没来吗？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哟，这儿呢。董事长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休息了。没有，哪能睡那么早啊？正看球呢。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什么事儿？抓紧时间。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情。董事长，我把宣言的计划又重新研究了一遍，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。我站在集团的角度，真的考虑了很多。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，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。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，您过目。宣言说的没错，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我们大雅斋已经提前布局了，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。宣总啊，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。董事长，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辛总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，抱歉。辛总啊，有句话我不想说。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？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，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儿上。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。我是怎么考虑的？好，你说说，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。我猜的没错的话，现在你是在钓鱼，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，您只不过在遛它，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，您再驯服它。如果宣言他听话，就让他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斋赚钱；如果他不听话，我们就击垮他，永绝后患。到时候宣宝社稷还是您的，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辛总啊，是我说的没错。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。您永远都在说我没有大格局，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，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。你说说看。董事长，您是钓鱼的高手，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。我判断，再这样继续钓下去，不但您钓不到你想要的大鱼，还会甘蔗线断，鱼死网破。您和宣言不一样，您成熟稳重，做事情考虑得非常全面。但是宣言呢，他年轻气盛，做事情不考虑后果。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，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。我们的文创产品，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，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，不断的更新迭代。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，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。这是我做的，我们金陵12钗和唐朝仕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，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。董事长，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，
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，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？宣言可不一样，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，接受过市场考验的。是，我们都可以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，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，不对吗？您打残了他，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，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。你有什么想法说吧。董事长，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先去找他谈。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，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，我再把他带过来，亲自的跟您面谈，您看可以吗？好吧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。明天我要回深圳。几点的飞机2点半。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，带他过来跟您面谈。金总，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，宣言？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，我就没接了。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。晚了，都已经生产了，那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了。这不，刚巡厂回来，一切都好。邢总，生产了没关系的，那我们大雅斋还可以追加投资，你们可以扩大生产，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，不也很好吗？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那换来的是什么呢？只有羞辱。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。合作永远比对抗好。我就不明白了啊，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？轩辕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管合作不合作，你都是我们的朋友。如果愿意的话，留下来吃个工作餐。对，吃工作餐吧，我去点几个。我还有事儿。邢总，吃了饭再走吧。啊，邢总，邢总。市委秘书处提醒说，秦副市长要求，不要搞排场，不要长篇大论，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，啊。对，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！就我们几个人陪着。林依然，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，简单明了，长话短说。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？没，欣姐。所以大家准备我这种事儿做的扎实一点，好吧？啊。依然，不是欣姐，什么情况啊？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？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，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。不是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啊？如果当时我告诉他，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，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，文创也发展不起来，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，对吗？现在的董事长，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。当然，我也是有问题的。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，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，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，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，我去补偿他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，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。还有一点你承认吗？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，对吗？是，我考虑了。真是依然，
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，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？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？现在，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，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？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。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，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，再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，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。依然，我恳请你，你为了宣言，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，你去劝劝他。只要他肯跟董事长谈一次，我跟你讲，你别说了啊。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，他马上到，我先走，好吧？依然，听我说，这是唯一挽回局面的方式了。帮帮宣言，也帮帮我，好吗？依然，我等你信儿啊，依然。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呢，都是桃花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，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。这马上都要过节了，大家都忙一个好的彩头，好的寓意。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，花好月圆，福禄安康。食堂已经开饭，大家收拾收拾去吃饭吧，好吧？辛苦了啊！小林，什么情况啊？不在状态啊？我又说错话了啊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，谁的？有事儿吗？没有，能解决。那就好。这脸色是不太好看啊，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放心吧，彭书记，没事儿。那宣言今天怎么没来？本来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还是没来。对了，依然，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，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，要合作共赢，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。明白。好，吃饭。不行啊，这个纹路啊太浅了，颜色也不好。看看，是这个。是。行了，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，儿子就站在这儿呢，你不问问他，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？来，跟你妈说说。这是在仿名人电纸呢吧？你看，早点问宣言多好嘛！这名人电纸啊，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，原用的是桑皮，用檀皮也行。不过呢，这是加工纸。这是加工纸。你们看啊，这上面的这个纹路，它不是捞出来的，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，经过了打蜡、压光几道工序之后才完成的。咱们宣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，但这加工纸啊，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得好，甭琢磨了，没戏。你看，要是这么讲啊，咱起根就错了，那怪不得捞不好嘛。
我早跟你们说了，别着急喽，别着急喽，先找一个样纸。你们不听啊？我们家里呀，就没有这种样纸。这种纸啊，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，没见过。说是在乾隆年间，这种手艺它就失传了。哎呀，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弄出来，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。啊，先别着急了，等我这2天忙完回来，我陪你一块儿研究。不行，咱就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。再不行，我带你去趟苏州，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。我就不信了，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明文殿这给做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我给你们买票。算了，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。哎呀，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，也没多大意思。哎。做一张告慰祖宗的好纸，谁出这馊主意啊？我可没说，是他自己想的。想法挺好，没本事捞，净怄了气了。喂，你都到院里了啊？谁呀？依然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不，哎，我这就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？我爸妈都在呢，走，回家。不是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不能回家说？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，这欣然也在那儿呢，想让你过去谈一谈。我跟欣然也说过了，怎么的？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里了？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而且我觉得大雅斋和合作社合作的话，轩宝的未来会更好，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。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，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，顾全大局。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，应该去一趟。哎呀，就先这样吧，走，咱回家，走。不是，欣然姐在那儿等消息呢。请慢用。董事长，人呢？人还没到。董事长，再等一会儿吧，还有时间，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。我是觉得，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上口饭吃，对吗？你今天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，求求你，去一趟，啊？你怎么了，李依然？啊？你是有什么难处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，去一趟吧。林姑娘，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边儿去，林姑娘。阿姨，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？叔叔，对不起啊，哟，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！你谁都对得起，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。就是这阵子你老不来，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，念叨你。你母亲呢，确实做得不够好，而且后果比较严重。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呐。啊，哟，这怎么了？啊？哎，你对他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叔叔，没有。你欺负他了？没有，他欺负你了？没有，阿姨。
我和欣然姐只是不想让轩辕跟大雅斋闹掰，想让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，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。哦，哎，轩辕，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！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，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。你们是不清楚，那大雅斋那董事长啊，那郑国辉，他嚣张跋扈，还特不尊重人。嚣张跋扈随他去，不尊重人不行。他既然不合作，那就算了。但是呢，人家是松了口了，你呢也就别端着。那大雅斋啊，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，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，这就叫知遇之恩。他做的怎么样，咱不理他，但是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。就是的，儿子，你爸说的对，这人得有良心。啊？你怎么回事？啊？你跺什么腿呀？你这……我去。欣然，我来晚了是吧？啊？早来晚来都一样。怎么说？董事长说了，可以合作，但是需要你签了这份合同。股权合作协议。不是我没看错吧？大雅斋1分钱不想出，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%的股权。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！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？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，我想，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。一个都没留，全注册成他们的了。轩辕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。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，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。好了，欣然，我还记得，在我还在那个小屋，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，是你赏识我，给我机会，我都记得。后来，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，跟我较劲，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。你知道吗？我是真心的、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。我知道。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？是，这件事情是我不好，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。但是轩辕，你不要意气用事。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，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，只要你肯低头，你去跟董事长服个软、道个歉，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，我来说服他，好不好？欣然，我不信任你了。轩辕，轩辕，轩辕。郑国辉可真狠，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，而且还上了设备，招了工人。关键是，好多人都是贷的款、借的款。现在让大家不干了，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？还有周末的路演呢，怎么办啊？不光是周末的路演，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。轩辕，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。他也是没办法。合作社照原计划推进，路演该办接着办。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，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他们用这种卑鄙的伎俩，能够颠倒黑白，
他们是恶意的抢注了我的专利，但他们忘了我是设计师，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。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，我也跟他奉陪到底。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？不是抢，是拿，那是我的。那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？就是天塌下来了，我扛着。董事长您好，哎呦，我这给您打电话，您一直没接，估计您在忙。是这样，我们这个县商务局呀，组织去深圳考察，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？想跟您见一面。对，我大概明天启程。这样，董事长，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，好吧？一定想拜访拜访您，看您时间。谢谢谢谢。彭书记，您觉得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，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。哎呀，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。是我的错，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。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，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。没事儿，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。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，现在得想办法应对。我咨询了律师，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，结果不太乐观，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。马上通知宣言，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，减少损失。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停，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。宣言年轻气盛，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，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。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还有要跟群众进行沟通，避免事态的发酵。依然，好好的跟宣言沟通一下。让他跟郑国辉最好能达成共识，商人逐利，是合作是对抗，主要是看对他们谁有利。明白。欣姐，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，取消吧，不开了。无缘无故取消，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……我说了取消。好。来，肖会长，请。哎，来，请。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，这不合适吧？书记啊，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。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，我们就被动了。葛主任，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。为什么呢？一，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；二呢，如果跟大家讲了，大家听风就是雨，那惹出麻烦来，更难收拾。先不讲，暂时先不讲。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？到时候还不来找我们啊？葛主任，我知道您的顾虑。你们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呢就做个通知，我就说，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，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，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，我们再恢复。您看这样行吗？好。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，然后密切的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。行吧，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。您坐。不，那个我先接个电话，好吧？哦，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，好吧？好，先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啊。
别管我。行吧，喝多了我可管不了。关我什么事儿？香明，你去劝劝轩言好不好？